Hello，大家好，我是肉肉。我们今天邀请到2位超特别的来宾，我就是要叫坊间这一集，我超兴奋的。那今天欢迎我们的情欲按摩师 Alvin 跟助教女友 Tanya。Hello， 你们好。你好。Tanya， 我不知道你应该知道这件事，就是我怎么找到 Alvin 的，我觉得超好笑。哦，有啊，他有跟我说。我那时候呢，对，不瞒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很有趣的经验，就是我其实在交友软体上面看到 Alvin 的，然后那时候看到说，这个人总会放一些就是工作室的奇妙的工作室的讯息，然后那时候完全就已经把交友放在脑后了，就是你知道那个工作的那个职业病，那个触角就叮跳起来，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太有趣了，然后就是先滑了再说。这怎么那么有趣，会想要用交友软体来做？因为上面的客群很好找啊，就是也是做一个广告的方式。因为上面都是一群饥渴的人吗？是这样说吗？也算是啦，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工作室的资讯放上去，应该会有一些人有兴趣想要来看一下，可以多一个曝光的管道。你是怎么发现这个可以这样弄的？其实一开始我们在做这个工作室之前啊，就我们对这件事情我有很大的兴趣。哪件事情？对，哪件事情有很大的兴趣？关于情欲按摩这一件事情。对。那如果我一开始想要去了解一下这个流程啊，跟我把自己在脑中构想的这件事做得更精进的话，我就要去找一些 model 来练习。所以最好的方式就直接在交友软体上找。可是你最好不是本来就有 Tanya 了吗？对，但是因为你也知道，就每一个人他身体啊、构造啊、个性啊等等都不一样，所以还是要有一些样本数存在。那我们先跟听众介绍一下情欲按摩是什么东西好了，因为可能没有很多人都知道。我觉得情欲按摩每一个人的定义可能不太一样。那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帮助男生、女生或者是同性或非同性的伴侣之间去创造一个他们关系一个进展的一个方式。透过按摩这一件事情去挑逗对方的身体，然后来达到一个他们接下来可以促进他们关系的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可是这个按摩并不是我们一般去一些什么养生馆的那一种，你说泰式阿姨按摩，对那一类的，对，应该不是这一种。对，还有包括一些就是亲密的性器官的按摩这样子。你是怎么样就是研发了这个东西吗？还是这个是有去哪里学的？这个也不算是我自己研发的，只是说因为我是我有一个运动按摩的专业。对，所以我刚好在运动按摩的这一块的这个系统之中，有一些小发现啦。就是什么意思？你在帮人家就舒缓的时候，忽然按到一个爽点，然后客人就好，没关系，说那个故事吧。讲是什么？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是之前有一个女朋友，然后我认识了一个情欲按摩师。他号称自己是有在泰国去学过这个手法的。那这个手法包含了整个前面的一般的比较正常一点的按摩，然后放松，然后再到私密处的挑逗等等。然后那时候女朋友就是在他的按摩之下，本来没有可能不会发生一些什么，但就被他挑逗到他非常想要、非常饥渴，整个变了一个人似的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实在太酷了。然后刚好在2020年的疫情那一段时间就有一点闲嘛，所以我就想说，不如我们也来做一个线上课程好了。我就找那个按摩师想要跟他合作。但因为这也不是他的本身的正职工作，他还有其他工作，所以他可能不太方便去揭露自己的身份。所以他就婉拒了我的邀请。那我想，这件事很棒啊，因为你也知道，其实应该身边也有一些男生跟女生，他们交往久了，甚至夫妻结婚久了之后，他们之间的激情变得很少。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帮助他们重新找到一些激情的开关。所以我觉得很棒。所以我就好，如果他不行，我就自己来做吧。我就研究了很多的书籍啊、影片啊，或者是一些网络上的资料啊等等的，再把我现在会的这套按摩技巧放进去，然后把它整合成了一个流程、一个方法。然后我就想要来做一点试验吧，才会有就使用交友软体找一些 model 的这个经验出现。对。那刚刚有提到，一般养生馆、泰式按摩这种按摩啊，相信大家都有一些不好的经验，就是明明就超爆肝痛的，拿手肘、拿指节去敲爆你，对，敲爆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放松嘛，对不对？但反过来想，有没有去一些 SPA 馆，或者是可能有一些系统，像瑞典式按摩，或者是什么伊莎兰按摩这样子的一个非常非常轻柔的按摩手法？如果再有研究一点的话，会不会听到一些类似弹吹按摩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充满神秘感、迷幻的手法？
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放松的。这个按摩你一定要自己的身体肌肉可以保持放松，它再给你一些肌肉刺激，非常轻微的，你整个肌肉才能获得放松，获得舒缓。那这刚好跟我们的就是性高潮这个机制有一点关系。我们有自律神经有2个，一个正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正交感掌管我们的战或逃反应，就是让我们兴奋的开关，心跳、脉搏，然后抑制肠胃蠕动等等的。那副交感正好相反，它让我们放松，呼吸降慢，然后肌肉可以松弛。这时候你的性唤起也会被打开。所以一开始我们在做这个放松的时候，然后再慢慢的带到一些挑逗的时候，这时候女生的或是男生的一些性的他的器官会被启动，好，比如说分泌一些分泌物啊等等的，然后男生可能会勃起等等的。好，那这时候再给予足够刺激，让他切换到正交感神经，让他可以达到高潮的状态。哇，对，所以这是它有一个生理上面的机制在背后的一个原理。所以如果可以透过按摩这样的手法，然后让人进入到彻底的放松，再慢慢开始挑逗，再慢慢刺激，达到高潮，这个感受可能跟平常的性行为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像女生是真的需要在身体跟心灵或者是 mind 是一个很放松的状况，才有办法进入状况，才比较容易达到高潮，或甚至是舒服跟享受。对，我觉得女生的构造真的跟男生不太一样，你不觉得吗？对啊，男生是不是不用啊？男生是不是可以在正交感神经在战或逃的时候，还有办法同时勃起跟兴奋？应该是可以，而且就男生所需要的时间就很短嘛，大家都应该男生就撸2下就起来，撸2下，对，不小心碰到，对啊，不然就早上起来硬的这样子。对啊，所以对女生来说，她们又更希望更多的互动，更多的被呵护、被照顾的感受，情感上面的支持是蛮重要的。对。那一般男生可能就不太会去着重在前面这个部分，所谓的前戏啦。对。那按摩这个过程，它其实就是让女生感觉到，哇，她全心全意放在我身上，她试着要观察我所有的反应。哇，我好开心哦！我好像是被他爱护、被他珍惜的宝贝一样，那个感觉就超级舒适的吧？对，这种对于女生其实是一个 turn on， 对不对？对，就是你有被重视、被看到、被好好的照顾着。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不管你今天是前面带我去吃了一间好吃的餐厅，它可能不用很贵，或者是你今天有特别的称赞我为你做出的一些改变，你有发现，譬如说我换了香水，我换了妆容，我买了一件新的衣服穿来约会，其实我觉得那一些开关都是很小很小的一种 turn on 的那种感觉，对啊，而且这些东西要一直延迟到床上，你不能只有就是在外面的时候有这些，真的对，就是在床上的被称赞，然后被看到，被好好的呵护。前戏搞不好在打炮前12小时就已经开始了，对，真的，对，就在户外就已经开始了，对，就你就要在户外就已经被烧得心痒痒，然后就会开始就好12个小时，对，你知道，其实女生如果这个开关被开了，男生反而可以很省事，对不对？没错，对，你就不需要在那边还要牵手，还要散步或还要干嘛，女生就会我们去开房间，走吧。对，那 Elvin 怎么有办法身为一个男生有办法那么细心的去观察到就是那么多女性的需求？因为像比如说看你们的 IG 上面有很多的 po 文，这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是只有身体上面的，也有关注到女生或两性身体上面的各种营造气氛的方式等等的，大部分都是 Elvin 在做还是Tanya在做的？对，你怎么有办法一个男生直男，你是直男吧？是，扑通，搞不好原来我只是幌子，没有啊，可以双啊，对不对？可以啦。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本身个性比较就比较喜欢去观察，比较喜欢去聆听。对，你可以感受得出来，我跟Tanya在旁边，他的气场就是比较强，他是比较能够表达自己的人。那我相对来说我比较内向一些。所以我也很希望能够去了解对方真正他想要的是什么，他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在跟不同的异性啊、同性啊相处的过程，就慢慢培养这样的习惯去观察，然后也去跟很多女生去聊过说，他们在意的地方是什么，然后
他们期待的，但对方没有达到他们期待的地方是什么？失望的地方，对，这一点一滴累积起来，我们就有一些小小的心得，我们就把它做成贴文分享。双鱼座吗？我是射手座，对，但我觉得我某部分的个性很像处女座了。你是因为可能从小生长环境都是女生比较多吗？所以其实没有我小时候反而不太敢跟女生说话，越漂亮的女生就越不敢讲话。像主持人，如果我再找个几年看到你，我就不会跟你讲话了，不会跟我讲话。对，天雅我也不太不会跟你讲话，听起来对，不跟我讲话什么意思？有点冒犯，就是不敢跟你讲话，因为觉得哇，好像活在不同的世界一样。对，就像当初认识天雅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你也不跟他讲话，我也没有去跟他讲话，他跟我讲话，我找他是同一个交友软体啊，真的吗？我们是在那个交友软体上面认识的，那个交友软体很好用，是不是？而且那个交友软体上面有真爱哦。对对对，我有真的几个男朋友都在上面遇到，是不是？对对对，我们现在是要怎样？不要业配，对他还没有给我钱，有钱的话我再把那个名字拿出来。对对对，怎么有这样子的转变的？中间发生什么事？我就是很想要做一些尝试，去了解自己的不同面向。那刚好因为你不了解这个，你跟异性互动的时候嘛，所以你会想要更加倍的去学习。对，其实最好学习就是听他讲什么，然后直接去询问啊，直接沟通啊，这些可能后面慢慢的累积出一些技巧，这样子。而且我觉得就是看你们的粉专啊，就是很棒的，就是你们对话的对象还有一部分就是直男。想要了解女生，想要靠近女生跟关注女生，可是常常一个走偏了就变成直男行为了。对，那所以你们好像也有在以一个比较知识化的方式告诉大家说，如何不要变成直男哈。因为我们也喜欢男生，我们也需要男生啊。但是如果一直攻击他们，或一直打压他们，让他们知道你们真的做得很差，或者是一直把直男癌的标签贴在他们身上，那他们可能也不想进步，就觉得那我就是这样子，你们要骂随便你们。所以我觉得反而是正是因为我们如此的喜欢男性，我说我啦，你我不知道，今天搞不好开了另外一个也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可以站在互相理解的立场，也去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或者是说话的方式、行为，因为毕竟在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系统里面，这件事情没有教，对，没有教你如何跟异性互动，没有教你如何好好的跟别人交往，没有教你如何跟别人好好的打炮，也许有教你好好的做怎么防护措施之类的。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从小到大比较少见，大家也比较少谈的一块。所以与其把这个误会变得越大，然后把这中间的这个纠葛隔阂，对，不如来好好的把它弭平，跟来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出现。你看我们的那个 IG 有一个贴文，就是那个地雷9公我有看到那个好好笑哦，就是哪一些是那个不 OK 的直男行为，哪一些跟是渣男的行为。对，那个有一个小小设计啦，它的有2个底色，一个比较深，一个比较浅。那比较浅的这一块，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工作坊中，我们都会去带到怎么去避免，怎么去改正。那有一些比较深的还是比较浅，忘记，但另外一部分就是一个行为的问题，比如说没有办法改正，比如说遇到偷拍仔啊，遇到放鸟仔啊，这种真的很恶劣这样子。那其实这个9宫格啦，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我应该冰过了4条线吧，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做过的事情。以前到现在发生过的就不 OK 的事情，对，过去没办法改变嘛，但是我至少我现在可以把这些资讯分享出去，然后警惕大家不要做到。但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把这个贴出去之后呢，就有超多网友来讯息，就说我一个都没有最好是对除了鼻毛会外露之外，因为我看不到，其他都没有我想说真的假的？你真的好棒哦！我觉得很多男生都自我感觉良好就是他们其实表现不 OK，可能他们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女生不会 feedback， 或者是跟男性自尊有关系，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要摊开来讲，才可以让2个人过得很快乐。不然你不讲我不讲，真的是很痛苦那个9宫格里面，听到你觉得最不 OK 是哪一个？我个人觉得在品格上最不 OK 就是偷拍仔。就你要拍你要讲，对，但其实里面有很多是会害女生受伤的，像譬如你指甲没剪，你就硬要没很湿就进去，对，那就真的没办法，那就是我的身体会受伤，就真的不行。我有看到其中一个很好笑，是冷气开太冷，这是什么啦？
还有背景音乐是新闻台，真的有？怎么可能？因为在旅馆没有音乐频道啊。你可以随便看个什么都关，就算不要关掉也好啊。新闻台真的假气象预的？报我有 NBA， 我有一次就是跟我一个对象，我们那时候也是在饭店，然后背景是花田喜事，從來冇異性可以抵擋到我呢一招嘅。所以刚刚提到啊，就是男生他可能不觉得自己有问题，那这些人他们可能也不会想要去了解，可能不会想要，但我们还是希望说有一些愿意去检讨自己，不是说检讨，调整，对，调整自己，对去检视自己这些行为，或想要让自己变更好的，他们就可以有一些方式可以得到这样。所以工作坊的学员大部分都是男性嘛，男性居多，男性为主，也有女生，然后也有夫妻，也有情侣一起来。那男性他们来报名的时候，他们的主要的一个需求就是他们一定会有哪里困扰或者什么样吗？你们有听到他们的？其实很多是他们的伴侣不太喜欢他们用手去摸他们的私密处，这是一个还蛮常出现的问题。女生会觉得不太舒服，然后用完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发炎的状况。对，这些就是有很简单的方式可以避免掉的。对，那再来就是有一些想要让女生可能比如说潮吹这件事情，那男生就很有兴趣啦，好像达到潮吹就是一个里程碑，一个挑战，对，或者是女生，其实很多女生她们没有阴道高潮这件事，对，只有20%的女人可以达到阴道高潮，对不对？对，所以如果阴茎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也许手指有办法，他们就想要来试试看。我有看到有一个就是你们的贴文，就是说按摩很不舒服，我不懂怎么会有人不喜欢被按摩，不喜欢被身体触碰呢？我其实一开始有跟你同样的疑问，怎么会有人不喜欢被碰呢？对啊，但其实那个东西它有很多个层次，他可能心理上他就是不喜欢被别人触碰，因为就是有这种人，就是很多人是喜欢可能跟别人会有个安全的距离，所以他也很不习惯被碰。那在性行为说你要怎么安全距离？没有社交距离真的有人很不喜欢被碰对啊，他就有遇过。我不喜欢被碰怎么做？他在一个情绪紧张的时候，他不喜欢被碰，但如果他可以把自己身体心情放松下来，他比较能够去接受。所以那次遇到的那对是一对情侣来，那女生就觉得男生每次按他都像根本不是在按摩吧，他在接受一些酷刑，很痒，然后很痛，然后很大力，然后节奏很快，他根本就是很紧张的在那边，所以他们就一起来，我们就教男生一些手法，然后把速度降慢，力道降轻，节奏拉慢等等的，在练习的过程，我们就实际让那个女生去就当 model，让那个男朋友来操作。那女生就开始下指导棋啦，她说：“这样很痛啊，你不要这样按，不要按这里等等的。”对，但是这个如果是男生听到，他一定会觉得很挫折，他又不知道怎么做，而且会更紧张。在那个状况之下，可能就切换到不同的模式了，那就离想要可以让两边一起舒服的状态越离越远。所以我那时候就跟女生说：“你可以怎么跟她说话？比如说，我喜欢你这样子，你可以再做一次，再按我这边，然后再轻一点，我会觉得很舒服。”给予一些正向的鼓励，对，那男生马上就调整了，因为那男生也是非常专注在女生身上，很体贴的一个人。对，所以他们马上调整完，然后练习，那个当下气氛就是平缓非常多。很紧张原本很像要吵架了，很剑拔弩张，这很痛你不要那么痒那样子。所以后来他们有给我们一些回馈，好像隔2天，男生就说让女生按了之后，他过程中没有再出现说我很痛、我很痒这样的情况，然后按了一个阶段，那女生就已经很湿了。然后可以进行接下来的程序。可是这个按摩如果只是放松的按摩，它也有办法达到一个 turn on 的。也许有，但我们在过程中还有带一点点小小的色的技巧给他。这就是要去上课才能学得到的了。如果你不太会的话，可以来上课。对，如果你会的话也不一定，就是把这些我们 IG 上分享的资讯，就是稍微练习一下，应该就蛮好的。像这样子，他是情侣来的，他可以实际比如说在对方身上练习。那如果是比如说男生自己来的话，那他要在我们有分2个部分，前面会是私密处的按摩，我们有另外一个助教。是一个人体模型，对，人体模型，安妮这样子，Coco，平时也把它取叫 Coco， 对，小双关，很幽默吧 ，Coco 的 Coco， 对，这个是在私密处练习的部分。那实际上按摩的话，我们就请天雅当
当那个 model， 他直接在他身体上操作一些按摩的技巧啦。所以别人也按你吗？别人按我，而且他们你知道吗 ？To my surprise， 他们超不喜，他们会怕，他们其实没有那么放得开。对，所以一开始就比如说我们有 let's say 4-5个学员好了，可能只会有2个会主动说哦，那我试试看，而且节奏非常的慢，然后就好像很怕把你弄坏，就是很小心。他们其实人都很 nice， 但也都很尊重女生，有时候会有点不敢。然后我有时候说没关系，就按吧。所以其实我在被按的当下，我并不是很放松的，我反而要去理解我左边的手有什么东西可以加强，我右边的手有什么东西可以加强，我现在右边的腿那个人在做什么，然后我要跟他说什么，然后我现在左边的腿那个人在做什么事情，我应该怎么给他什么指令，让他可以做得更好。你怎么不一次一个人就好，你就不用去分一次大概1-2个啦。对啊，他面积比较大，可以按比较多。对，我面积很大。那他们知道你们2个是情侣吗？学员们，我们不会很不会琢磨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不会有那种就是在按老师的女友的那种不好意思，不会特别讲，但他们应该可以感觉得到，应该吧？因为也没有，因为他们如果想这些的话，他们那个操作真的按不下去。对啊，而且你怎么有办法？要么怎么办法？就看着自己女友在那被其他男人摸？不会吧？因为我们在所有的这些按摩练习当中，也都是要去做操作的，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你不会有那个？你说兴奋感吗？不是兴奋啦，是另外一种玩法咯。不会不开心吗？看到自己女朋友被别人摸？不会啊，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对啊，我觉得你们这样很妙就是情侣这样子一起经营的这一个，就是一起在做这一件事情，应该很常吵架吧？刚刚 Tanya 有说你们是先交往才开始这个 studio， 还是先开始这个？我们先交往，对，然后有一天要不然就跟你说我想要来弄一个。他其实没有先跟我说，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需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他可能要到95%准备，他才会想跟我讲。那我觉得他一开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疑问，就可能说做这件事情我会很不爽，或者是我会没有办法接受，就等等之类的，让他没有办法很专心做他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前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沟通都在讲这件事情，包含我们要把他刚 Elvin 有讲到这个样本数嘛，那有样本数就代表他要去尝试，就代表他要跟其他女生在房间里面，然后要让他很舒服，那可能是达到陶醉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前面沟通蛮久的，然后结果是如何成功的？这种事就是我就要跟他说明这个个案的状况，对，然后我们也没有，我就只会用手按摩而已，对，这是底线这样子。所以在每个个案，我就跟他，我什么时候会有一个客户这样，然后我去做操作，然后回来之后跟他说，这个客户的状况啊，他有什么样的可能一些心理上的结，或者是身体上的结，然后我怎么去协助他之类，分一个报告这样。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很紧张因为我觉得即使他没有想要干嘛，万一女生被按到一个 turn on 都不行，手乱摸，人乱来，直接骑上来什么的。对啊，但是我后来就觉得，我觉得这个是我要愿意听，他要愿意讲，所以与其在有自己很多的疑心病开始攻击自己跟攻击这段关系之前，不如花一点时间听对方怎么讲。对，而且我们现在有一个共同的行事历，就是他会把他的按摩 schedule 打在上面，所以我如果他前一天也会先跟我说他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按摩这样，对，我有时候还是会嘴他啦，就是说是不是很漂亮啊这样，还是会想要嘴一下他，那种就是调皮一下他。但是我觉得总而言之，就 overall 来说，我觉得我们目前合作的方式是还蛮融洽的，合作愉快。所以 Elvin 是除了就是 studio 的部分之外，自己还有另外可能再接1对1的服务这样子吗？对，我就还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个样本数的数量，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技巧再把它精进一些，对啊，因为真的每个人的身体都不太一样这样需要很大的信任。对啊，一般情侣可能男朋友跟其他女生出去吃个午饭就不行了。对啊，我觉得你心好大因为很爱他呀。对啊，我觉得这个是重点，是你如何想要继续跟这个人经营这段关系，以及支持他。因为其实我有时候回来听他讲很多很多故事，我自己也会很感动。就是像有一些女生，她真的就是
可能过去有受一些伤吧，就可能紧张到不行，或者是对异性极度的不信任，或者是他因为自己的外表，这件事情我很能够感同身受，可能因为自己的外表、长相、身材，就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享受高潮的权利，或者是快乐的权利，他们可能甚至跟自己的身体不是很熟，对，也不是很认同自己的身体，所以其实经由这样子的按摩，可以让每个人都觉得其实是被爱的、被尊重的。所以其实我换个角度讲，我觉得其实我是蛮支持这件事情的，因为它有时候也会带给我一些很具有启发性的故事，很像在做善事。没错，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特别印象深刻，或者是感人，或者是怎么样的故事吗？好，有一个客户吧，他是过去没有经验的，然后我们在按的时候可以感觉他的紧绷感是非常强烈的。那他完全没有经验，他怎么会想要来一开始就找你做这个？对，我觉得他可能想要去更知道自己的身体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感觉，然后对我其实也没有问太多细节，他如果愿意讲的话会讲，然后我会问到我需要知道的资讯就点到为止。对，那按摩的话，当然我可以试着尽量尽力让他达到放松。其实他应该是可以蛮放松的，只是在第二阶段，就是一些私密处的刺激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异常的，就整个没有办法顺的做一个转换，所以他就会很绷很紧，对，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感觉，没有任何的感受，就没有那种被挑逗的感受，就完全没有。对，所以后来我就尝试再去跟他多聊一些，那我就是去理解他。他过去到底有经历过哪些事情？不过他也没有跟我讲很多，只是我就告诉他说，他其实很棒，他其实可以好好的做自己，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去尝试等等的。然后讲一讲，他就开始哭了。对，其实这个案例不止一个啦，所以还是蛮多女生，她们其实更重视的，与其比起身体的感受，更重视的是心理那一块有没有人可以去了解，对，跟被关注到。所以就有一个说法就是人最大的性器官是大脑。对，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从哪里来的，不过其实有它的道理存在。就大家都需要一些不管是视觉啊，或味道，或什么样的刺激，才能够更放松的去达到这件事情。对女生好像更是，还包括了想象，包含了声音。对，所以才会有很多女性向的 podcast 出现。对，所以你们比如说这样子的1对1的服务是约在一个什么motel 之类的吗？对，就是一般的旅馆还好你长得蛮正人君子。不然，如果有的谢谢对这种就是这样才担心啊！为什么？就是因为长得很正人君子，就觉得万一随时要被人家骑上去怎么办？不会这样子，有保护机制的。对啊，我觉得不会，他只要就是散发一种就是你可以君子感，对，你可以信任我，就是真的完全不会怎么样。而且其实这样听下来，你的服务比较像是有点像4楼天堂。干气不说啊，整个背部都是硬的。你要多认识你自己的身体啊！你就是18禁版的黄秋生真的吗？我听起来太帅了吧！那部戏很赞的，他就是也是经由就是触碰身体的方式，去让你打开一些可能心结，或者是以往没有办法释放出来的情绪。有时候可能情绪在卡在哪里，然后会在身体哪里有一些结啊，或者是什么的，他经由按摩的方式帮他放松了之后，情绪也就跟着释放了。好像市面上蛮多按摩是走这样子路线的。真的吗？比如说像是颂钵，它也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心灵的。对，还有刚刚提到伊莎兰按摩这一块，这个我没有听过。它是一个在美国，好像是在战后有一个嬉皮文化创造出来的按摩。它借由很轻柔的一个长推扶的方式，画八字的方式，然后去让你身体达到一个放松，跟自己身体对话。可是这些都没有接触到私密处。对，有些像这些可能没有接触到私密处，或者是弹脆，它也没有直接碰触，可能就可以达到一个不一样的效果出现，所以我觉得还蛮酷的。所以这块也是蛮多可以去持续去学习的地方了。所以之后会想要接触看看弹脆，如果有机会可以去了解一下，有机会让天雅去尝试看看。对呀，你那个时候我在就是邀你访问的时候，你就说可以去体验看看。那所以如果我去体验看的话，就是我被你摸吗？对啊，天雅可以帮你，天雅可以帮我是不是？对。所以你有学会吗？我没有会，他会。你也会想要学一下吗？我是助教。
会呀，会怎么会不会呢？就是探索身体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啊。对啊，因为现在 Elvin 在做的是女生的嘛，那我们有想哪一天是不是可以做夫妻，就是情侣，就是男女一起上，对，或者是做男生，或者是做专门开给情侣夫妻的进阶，对，所以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尝试想要做，在未来，而且我觉得，比如说现在或许有一些，或者是可能是女同，她比较不想要被男生触碰，对，那如果你会的话，可能就是可以服务到这一块也不错，这样子。如果是1对1的话，其实有些女生还是会问说有没有女生的按摩师，但因为我了解的是，在国外他们有这样子的，就是这种 tantra 或者是yoni 按摩，其实就是女生帮女生服务的，对，在国外已经蛮常见的，对。如果是 Taya， 如果是你呢，你可以选，就是要男生帮你服务或女生，你会选？我觉得如果是女生，一定会想要请女生帮忙服务的吧。哦，真的吗？我觉得耶。如果是我，可能还会选，还是会选男生呢。真的哦，因为可能我没有跟女生发生过性行为，所以如果是另外一个女生，我反而会有点尴尬。我觉得女生本来在性这件事情上面的角色就比较模糊。对，我觉得女生生下来天生应该都是双性恋，然后会喜欢男生多一点，或喜欢女生多一点，或者是2个一样。有一个说法是，其实每个人都有一点，对啊，就是在光谱，对，看你哪一边多一点而已。对，所以对，像我本人，我也是觉得女生很漂亮，我也蛮喜欢女生的，所以我应该会挑女生这样子。对，就像我那时候就是之前去那个洗土耳其浴，然后是女生帮我洗的，然后她就是你知道身材超好，然后穿个比基尼，然后就是她的奶头都快掉出来，我就一直在那边有点害羞，就是我要看哪里，然后对，然后就想说，如果现在男生帮我洗，我可能还会自在一点，就可以让哥们我都是被大叔洗。戳到6戳到，对，没有啦，洗的蛮好的。想要被女生洗，可能要加钱哦。那土耳其没有这样的服务啊？有啦，真的假的？对，我有土耳其朋友，他就说他们那边其实有蛮多也是按摩的，就是应该是类似泰式的，然后应该泰国也有这样子吧，就是他们有其中一个环节，就是如果你要这叫什么手交吗？打手枪的服务。也是可以，就是帮你做一个这样子的排毒、射护腺排毒的服务，这样子。事实证明，这件事情其实在每个国家都有，对啊，而且正在发生，所以大家应该有你知道更开放的心去接受它，或者听听它这样子。对，因为像我那土耳其朋友说，就是他去做这个服务的时候，他被接受这个服务的时候，其实对按摩师来说，这就是按摩的一部分而已，只是那是另外一个身体部位。没错，对，两方其实都不会什么尴尬或害羞，或者是想要把对方扑倒或者什么的。没错，对，我那时候看到你们粉专，我就觉得就是很然后相形失色，就你们的粉专真的是太全面了，任何就是跟情欲的各个方面都有，我觉得大家很应该要去参考看看。好正面的 feedback 哦，谢谢你。真的啊，我觉得谢谢。真的两性之间就很需要这个东西，不管是说男生对女生需要真的要去多了解，跟女生也要去了解自己的身体，跟适度的去多敞开一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在性的过程当中的不愉悦，有时候女生不能完全只是怪男生可能技巧不好或者怎么样，有时候你自己不够放松，心不够打开，或者是说沟通也是很重要的，你哪里舒服哪里不舒服，你如果都不讲，男生哪知道？自己的身体还是自己最了解。对，那你在服务的时候，你是直接就是光就手吗？还是你会带一个什么？我们会用指显套，对，因为虽然我指甲已经剪很短，但还是会担心会碰到、扣到或等等的，所以指显套其实就蛮安全、蛮安心。就你只要在一些角度抓好了，其实它不太会有刺激到女生的阴道内的一些问题存在，也比较干净啦。要去哪里买啊？一般的药妆店都有卖啊。真的假的？都有。只是他们不是放在最主流的，不是最主流的商品，所以他们是放在保险套旁边。你要稍微找一下，对，比较下面的位置，然后缺货可能会比较久补货。没错。这真的，你们要不要顺便做代购或者是什么的？好想要接对不对？我觉得这真的是指显套应该要推广一下。真的就是不管你手再怎么干净，你或许有一个小伤口，或者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弄伤女生之类的。就是像指交的这个部分啊，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以往的经验，常常就是最不舒服、最不喜欢，就是男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对，可能 A 片看太多，就是你知道只把加藤鹰当偶像，所以就只会在那边狂抽猛送，然后就对并不舒服。那在这个方面，你们会怎么样的去指导男生呢？
其实这个我们直接做了一个贴文，当然也不是说只有我们这个方法，但我们就直接把它分享出去。所以其实都是几个原则，由慢到快，由轻到重，然后去观察过程中不断观察女生，不断去安抚，不断去鼓励女生，她做得很好这样。那当然不可能说每一个人都一定会发生在每一次会有潮吹的状况，所以其实还是去感受她的这个反应，受到你刺激的反应，它才是最重要的。对，去了解他到底为什么喜欢手指，不喜欢手指，然后再用什么样的方式，有 A、B、C 3种方式，有1只手、2只手不同的粗细，搭配不同的组合去给他这样的刺激。这件事情我有两个要补充，第一个就是想要让女生潮吹，跟我们2个已经玩得很愉快，女生很想要让男生射，我觉得那个心态很像，就是好像今天没有达到这件事情没做完，就觉得怎么会这么开心，可是没有射出来，怎么会这样子啊？是我的问题吗？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心态其实就很像，就是我们今天那么开心，然后你也很湿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让你潮吹，为什么？但其实很多时候。重点不是在潮吹啊，重点是我们2个人玩得很开心，对，这是一件事情。然后刚刚 Elvin 说要让女生感到开心跟称赞，我们有个很好笑的故事可以讲，就是从我被开发了，就我开始知道原来我可以潮吹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们回家有玩过，但是每一次我们玩完的时候啊，他都会很急的去拿毛巾擦。就他也不躺下来抱抱我、摸摸我，跟我说我很棒，他就是又弄脏了这样子。然后我就会想，所以这是很脏吗？对啊，那我不要这样子了。所以你看，就是这种小事情，它就会成为我们上课的素材，就知道我们先把防护措施做好，我们就不用结束之后拿毛巾一直擦狂上，怎么弄得那么湿这样子？对，所以这个很多时候都是我们2个从生活来的一些灵感。我今天跟我同事讲说我要访你们的时候，然后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潮吹它是从尿道出来的吗？还是它是从阴道？”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耶。对啊，大部分因为以解剖的构造来讲，其实没有一个靠近骨盆腔这附近可以容纳这么多液体的地方，所以潮吹其实是尿的，就是它的来源主要是尿液。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分泌物，对，只是说这个尿液因为在膀胱里它是无菌的状态，出来的时候可能跟一般在上完厕所一段时间后那味道不太一样，所以它是从尿道出来的，是，它是透过刺激阴道附近的肌肉，造成一个痉挛出现潮吹现象，对，就很好奇，就是说这到底哪来的？这个很神奇，因为有些。他们会上完厕所，有些女生上完厕所出来，但她还是可以发生，但有些没有，对，所以这个每个人的体质还是不太一样的，对。好，可能体质天生还不错，这样子。对，你很棒，你是个小水库，享受自己的人。对，可是我发现这一件事情，女生也是要稍微出一点力耶。就是我自己的经验是，就是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也是稍微有一点类似，就是去挤压。出力的话会更快，或者是更强烈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进阶的一个玩法真的吗？因为他要对自己的控制力很好。我觉得这个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有运动跟没运动会差很多对，因为你的肌肉的弹性还有你那个整个状态会不太一样。之前我问过一个我们有合作的另外一个创作者，他叫茉莉，因为他是跟医学研究相关的工作，所以我就直接问他，我就问他说，有运动跟没运动的人，他们在感受性高潮上面是不是有差别的？所以他其实回复给我是有很多研究证据都显示，其实是有非常大的正相关的。所以如果你的有运动，肌肉控制好，然后你的得到的高潮的感受会更强烈。所以呼吁所有女生，如果你觉得性生活好像还好，去试试看做一些运动，有氧无氧都可以。对，我们刚刚讲到运动的部分，我真的觉得很有差，因为我应该成功的经验就是有开始运动之后，尤其是做重训，对，而且我觉得有运动的话，你会比较能够感受到自己身体所有的肌肉，因为其实运动，尤其是做重训的过程，你就是要感受到说，你这边肌肉有没有出到力，甚至不感受到它的存在。那当你已经习惯了去感受身体所有的一些小肌肉的活动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到，我这边有点类似凯格尔嘛，就是你这边好像可以出力，好像可以 hold 一下，怎么样调一下角度，或者怎么样用力一下会更舒服。对，就是更了解身体的各个部位所获得的感受。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享概念，就是你要先了解自己
就是被这样按摩的感受，被这样触摸的感受，它带给你的是酸麻舒服，然后这个酸麻舒服被电到的这些感受背后的是什么？比如说，好，我们分成几个区域。然后几种手法，第一种是大面积的抚摸背部。好，这个抚摸背部带给你可能是很温暖，然后慢慢的带动了肌肤的感觉。可是它背后带来的可能是一个记忆的连接，是你小时候被妈妈好好的呵护在掌心的感受。这个感受在让它重现的时候，它就是从心里来的感觉。所以我们也会很期待说，让每个学员说，如果你没有被按摩的经验，没有这种被好好按摩，不是那种往死里按的一种感觉，你就去尝试一下，因为你有这样的感觉、这样的经验之后，你才可以复制同样的感受到你的伴侣身上。那想要问一下两位，就是那个男生跟女生分别在性爱当中想要得到的是什么？男生先讲。男生有一部分就是我要证明我很厉害，可以让女生很舒服。男生真的会有种征服者心态对啊，可是其实是好事啊，就是一个服务的心态嘛，就是会想要让对方舒服。对，一开始就说舒服吗？舒服吗？有高潮吗？爽吗？爽吗？这样很爽，对不对？有到吗？然后女生说对，对，很爽，太爽了，舒服。对，这很尴尬就男生想要知道，也想要让女生舒服，可是就这样一直问，又很烦啊。对啊，很吵。我们的工作坊其实里面有教，就是问话的时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所以男生跟女生要的可能不太一样男生还是希望能够自己有舒服，对，或者我很喜欢被摸，所以我就会说你可以摸我吗？这样，对，那种被触碰的感觉很强，就连结性很强烈。我觉得女生还是需要情感的支持跟五感的满足。对，我觉得有时候就不只是我觉得有时候不只是我下面发生什么事情，还有我听到、我看到、我感觉到、我闻到。对啊，像是如果有人技巧非常好，真的把你就是弄得舒服到不行，可是他有狐臭，对，那我们应该也很解吧？对，可是他有狐臭这样子，所以可以背后不要传教士。我有点蛮好奇，就是男生有时候可以就是不射也没关系。对啊，为什么？那这个不是就是爽射才爽吗？那如果一直都盯着不射，那不是很累吗？是不舒服吗？因为男生的有时候，以我个人立场啦，有时候你不是很能控制那个射精的时间点。对，有些人很厉害可以，那你当然会希望能够把这个过程持续久一点。那有时候这过了，因为你受到太多刺激了，那个刺激就会停留在某一个阶段，然后就麻痹。对，可能会不一定能够射得出来。对，尤其是像用手的时候，可能女生帮男生用手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刺激感太强，就停住在那里，所以这要需要沟通的。那射不射有没有一定就跟女生有没有高潮是一样的整个重点是过程嘛，对不对？当然有射很好啊，有射很舒服，对。可是没射其实也是有舒服到一个程度了啦。对啊，因为我觉得前面的挑逗就很棒。这个心态真的是我们都要不断的去告诉自己，没关系，做得很好了，没关系。对，就是不是我不好。那个我们很开心，对，有时候就觉得不好意思觉得有点拍谁，今天没有帮到你对，然后看你那边很累，然后就有点亏欠这样子。对啊，所以这可能就是我们要再三思考的地方，就是这只是一个生理的指标，但不代表心里没有被满足。对，其实女生也是啊，有时候不一定有到，可是整个过程就觉得很开心。对啊，有被爱，然后有交流到，应该 OK 啦，这样子。没错。对，所以高潮其实不是一定是一个重点，大家不需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指标，或者一定要怎么样。对，所以其实我们在性上面的探索是还蛮多元的，还有交换。我们之前也有出去联谊过，就不是只有我们2个人，可能还有找其他对情侣啊，不管是同房交换或者是补换，然后或者是单男单女